马化腾的 QQ 其实当年丁磊、张朝阳都看不上。张朝阳更直言，找几个实习生就能复刻 QQ。那为何当年所有人都看走了眼呢？1999年，深圳华强北一间借来的舞蹈教室里，马化腾对着电脑屏幕愁眉不展。后台数据显示，俄亥速序的注册用户刚刚突破了100万用户。放今天，哪个产品经理不得烧香拜佛呢？但马化腾是一点都笑不出来，因为公司账上只剩下1万块钱了。服务器要钱，宽带要钱，18个员工的工资要钱，用户每多一个，服务器就多一份压力，钱就多烧一份而 QQ 1分钱收入都没有。马化腾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，把 QQ 卖掉。他拿着产品跑遍了当时中国互联网圈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所有大佬，结果被集体拒绝。今天咱就扒一扒当年那些大佬到底是怎么集体看走眼的。马化腾第一个找的是他的偶像张朝阳。那时候的张朝阳有多牛？中国互联网教父级别的人物，麻省理工物理博士，带着22万美元风投回国创业。1999年他在深圳演讲，台下的马化腾听的是热血沸腾，回去就做出了 QQ 的前身 OS。 如今偶像成为了潜在买家，小马哥忐忑的报了个价。网上流传的版本有说50万的，有说100万的，有说300万的。张朝阳的反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傲慢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抛出了一句让马化腾记了一辈子的话：你这东西，我找几个大学生不超过3个月做的都比你好，根本就不值50万。也有人说张朝阳也并非完全没有兴趣，他召集人开了个会，表示愿意出60万买下 QQ， 但是马化腾的底线是100万，60万和100万之间差了整整40万。就因为这40万，张朝阳错过了人类商业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买卖。更扎心的对比是2017年，张朝阳在一次采访中说，现在微博和微信的成功就像是一左一右抽在我脸上的2个耳光。被张朝阳泼了冷水，马化腾又找了老朋友丁磊。那时候丁磊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，身家过亿。马化腾想着两人关系不错，应该能拉一把。结果丁磊更绝，他丝毫不念及当年在深圳马化腾请吃饭的情面，直接表示虽然你用户数已过100万，但是这东西技术含量太低了，我上我也行。丁磊当时更看好邮箱业务，觉得 QQ 这种聊天工具没什么技术门槛，与其花钱买，不如自己搞一个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技术含量低的东西往往才是最值钱的。找完张朝阳和丁磊，马化腾又跑了一圈，被拒绝的成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解锁。新浪，马化腾找到创始人王志东，报价150万美元。王志东看了一眼，心想那东西我花10万就做出来了，直接拒绝。技术人员甚至说 QQ 太简单，1个月就可以做出来。联想2000年，腾讯团队找到刚成立的联想投资筹备小组，结果呢，连报告都没递到朱立南手里，下面的小兄弟以看不太懂为由，直接把他们打发走了。广东电信，这是最接近成交的一次。广东电信数据局愿意出60买 QQ， 马化腾最初答应了，但是当对方派人来办公室搬桌椅的时候，马化腾反悔了。据说他当时心想，这些人连我的桌椅都要搬走，那我以后还干什么？一念之差，留下了 QQ。至此，马化腾解锁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，被当时中国互联网圈所有大佬集体拒绝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就在马化腾几乎绝望的时候，IDG 和盈科数码投了220万美元，占了20%股份。这笔钱帮腾讯买了20台 IBM 服务器。再后来，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，腾讯做了 Q 币和 QQ 秀，就是靠给头像换衣服这个功能。2003年给腾讯赚了几千万。再后来，游戏、微信、投资，腾讯帝国一步步建立了起来。如今腾讯市值多少呢？超过4000亿美元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当年所有人都看走了眼呢？张朝阳看 QQ 看到的是技术含量低，找几个大学生就能做。丁磊看 QQ 看到的是技术含量太低，我上我也行。新浪看 QQ 看到的是花10万就能做出来。他们全都在用技术难度来衡量 QQ 的价值，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东西，人。QQ 的价值从来不在技术本身，它的价值在于100万人愿意用它聊天。技术可以复制，但用户关系链复制不了。张朝阳后来感慨地说，当时觉得这东西技术含量低，但是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社交网络价值。
这句话说得轻巧，代价是整个互联网时代。2026年的今天，腾讯依然是互联网巨头 ，QQ、微信加起来覆盖了几乎所有中国网民。而当年拒绝马化腾的那些大佬，张朝阳的搜狐市值连北京搜狐大厦的地价都不如了。丁磊的网易还在，但跟腾讯的差距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。一个被所有人嫌弃的破软件，成了他们永远追不上的存在。有人问马化腾，当年差点把 QQ 卖掉，后不后悔？马化腾说：庆幸没有卖掉。